可就在这时，忽然的，大天师的神念从远处呼啸而来，这一次明显比上次善意诱导白小纯时真切得多，充满了无比的焦急，更是没有废话，直接在神识内就向着白小纯传出了话语：天尊，老夫有事禀告。北部4州鬼母天尊调走，绝地天尊降临，此人修为天尊初期，对我通天世界之人态度极为不善。那位被老夫买通的半神，只是一个传达善意，就被这绝地天尊直接镇压，关入大牢。同时，在1个时辰前，这位绝地天尊下令将北部4州内我通天世界所有人都全部抓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安排出去经营各地店铺的嫡系之人。他更是放出言辞，要将他们送去邪皇朝，献给邪皇朝的大皇子去研究与破解炼灵的秘密。老夫分析，他这明显是想索要更大的好处。我云海州可以放弃一些利益，只不过这种事情还需天尊亲自出面才可。大天师的神念在白小纯耳边回荡，其身此刻也正急速赶来。白小纯在听到了这一切后，他猛地抬头看向北部。勒索我！白小纯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后，神识散开，锁定飞来的大天师，立刻问道：你确定他是天尊初期？确定无误。我这里已经准备了礼单。天尊你半空中的大天师连忙回复，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白小纯那边就眼睛一瞪：给什么礼单？这绝地天尊好大的架子！白小纯气势顿时爆发，身体一晃，直接就出现在了半空，向着北部轰然而去。第1144集，你敢勒索我？绝地老匹夫，区区天尊初期，就敢在我白小纯面前如此拿捏姿态？白小纯冷哼中，速度极快，整个人化作了一道长虹，直奔北部。他身后云海城内，此刻大天师与巨鬼王以及周一星等人刚刚到来，只看到了白小纯远去的长虹之影，一个个都愣了一下，面面相觑。那个刚才说话的是我们的天尊白小纯？周一星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实在是在他的记忆里，白小纯的性格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霸气。巨鬼王也是一脸狐疑，他对白小纯的了解更多，当初鬼王花的试炼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危险，这白小纯就摆出一副死都不去的样子。原本巨鬼王以为白小纯是为了索要好处，可直至最后他了解白小纯后才明白，这家伙根本就是怕死的不得了。但凡有丝毫危险，这白小纯能不去就绝对不去，除非是万不得已才会咬牙前往。可今天的事情，那绝地天尊虽过分，可事情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没有必要直接出手，这就让巨鬼王更不解了。大天师那里也是愣了一下，三人相互看了看后，都觉得这一刻的白小纯实在是行为诡异的很。这个大天师哪怕平日里脑袋灵活，此刻也都摸不清思绪，最终还是巨鬼王最了解他这个女婿了。在沉思片刻后，巨鬼王忽然一拍大腿：我知道了，白小纯修为突破了，他方才的气息似乎比以往要强了不少，而且他闭关前不知获得了什么机缘，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胖子，如今恢复正常，修为必然提高。巨鬼王话语一出，无论是周一星还是大天师都心神一震，所有的疑问配合这个前提后，瞬间就迎刃而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符合白小纯的性格了。周一星深以为然的同时，大天师也哭笑不得，觉得巨鬼王的这个说法有7、8成是真。在这三人都心底古怪的感慨时，白小纯得意着招摇无比，在这天空上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人意气风发，更是充满激昂的战意。实在是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之前还是天尊初期时，他不得不小意谨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凭着北脉大剑才可以震慑旁人。可如今修为突破，若是对方是天尊中期，白小纯还会迟疑，可面对一个天尊初期，白小纯有北脉大剑，他的信心就好似筑基遇到了炼气修士一样。此刻气势汹汹，远远看去，好似一颗巨大的流星正在划破长空，所过之处天地轰鸣，气势更是不断的崛起与爆发，甚至都影响了大地，使得大地震颤，如同在恐惧一般。而天空同样因白小纯的速度掀起了无穷音爆，搅到了苍穹云雾，使得这些云雾在白小纯身后翻滚，好似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披风。这披风纵横东西，足有万里范围，尤其是此刻距离黄昏还有些时间，天色尚亮，这云层的翻滚如同万马奔腾中拉动了一张巨大的黑幕，欲将天空将苍穹逐渐的遮盖住。这画面立刻就让大地上的无数北部邪皇朝的修士全部骇然，一个个心神内掀起滔天大浪，无论什么修为，哪怕是那些半神巅峰大圆满的强者，此刻也都呼吸急促，心中无法平静，甚至都感受到了来自天空上那万马奔腾前的流星身影内散发出了四天下地上唯其独尊的霸道。是通天王！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了？莫非要开战了？我想起来了，绝地天尊之前下令抓获了所有北部的通天世界之人，所以通天王才会杀来。在这无数的惊呼中，白小纯的速度更快，掠过一处处山脉，一片片平原后，他直接就锁定了在这北部中心区域的一座巨大的城池，还有那城池内的天尊府邸。
与公孙婉儿的行宫不同，这绝地天尊的府邸是一座巨大的雕像。这雕像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凶禽，目中带着森森之芒，俯视大地，四张开口就可发出让世界色变的嘶吼。每一个天尊都有自己不同的福地，在去一个地方上任镇守时，都会将福地用术法带走。到了地方后，只需安置一下即可。这凶禽雕像正是绝地天尊的福地。此刻的他正盘膝坐在福地内，看起来只是中年的绝地天尊，明显比其他天尊年轻了不少。虽说如此，可他的身上天尊的念力波动丝毫不弱，就算是在天尊初期里，也都可以算是佼佼者，哪怕不如鬼母，也差不了太多。他的身体消瘦，鼻尖有些弯曲，双唇很薄，一看就是刻薄之人，面色更是阴冷。此刻在白小纯带着滔天之势来临时，绝地天尊立刻察觉，猛地睁开双眼，露出了蓝色的瞳孔。这蓝色的双眼使得他整个人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似乎他站在那里就可以吸引一切女性的目光。胡闹！在感受到了白小纯来临的气势后，绝地天尊神色不变，冷哼一声，正要站起身，可就在这时，他的耳边突然的就爆发了超越天雷的轰鸣巨响。绝地老匹夫，你居然敢勒索我！白小纯明明还在极远的地方，可他的声音却是直接就在绝地的飞禽雕像内爆发开来。更是在这声音扩散的瞬间，白小纯的身影其速度猛然间再次暴增，这一次不是小范围的增加，而是直接就提高了10倍。之前的白小纯表现出的一切都只是天尊初期而已，直至这一刻，他猛然间将自己天尊中期的修为彻彻底底的释放出来，眨眼中就已经到了绝地天尊的福地上方。在绝地天尊心神强烈震动的刹那，白小纯的右手已然抬起，向着下方的福地雕像蓦然一拍，天地轰鸣，八方震动，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这一瞬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甚至这第二仙域上的不少修士，他们的右手都无意识地抬起，似随着白小纯的动作而动。这正是念法。白小纯不出手则已，此刻一出手就直接动用了自身的念力，远远看去，苍穹中直接就幻化出了一只磅礴的大手，向着雕像轰鸣落下。这雕像哪怕是天尊福地，哪怕具备惊人的防护，可在这一瞬也都于事无补，猛地就坍塌下来。绝地天尊心神震动更为强烈，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的低吼，天尊初期的修为一样爆发，全力抵抗的瞬间，半空中的白小纯冷哼一声，他根本就没打算与这个绝地天尊大战个几百回合，他此刻带着气势而来，要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碾压。此刻在绝地天尊修为爆发，似从要着坍塌的雕像内冲出的瞬间，白小纯右手顺势落下，直接取出北脉大剑，猛地抡起，大剑散出蓝光，世界之宝的威压与波动顿时爆发，向着坍塌的雕像狠狠一斩。绝地小儿，谁给你的胆量，敢来惹我？白小纯觉得自己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有气势了，内心得意的同时，大剑也好似欲展开天地一般，轰然而落。随着剑光落下，原本就坍塌的雕像此刻猛地一颤，直接就轰然爆开，形成无数碎片的同时，在其中间的位置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这沟壑的下方正是此刻一脸狼狈、心神震颤到了极致的绝地天尊。他披头散发，嘴角带着鲜血，此刻双手抬起，念力加深，正全力抵抗。他的眼睛内带着无法置信与骇然，更有强烈到了极致的不可思议。天尊中期，这怎么可能？第1145集，惹不起，绝地，你知不知错？白小纯在半空中，声音如同天雷，轰鸣四周。而随着他此番的到来与出手，形成的威势之盛，气息之磅礴，早已扩散八方。尤其是绝地天尊所在之地，就是这一州的州城中心区域。而白小纯控制得很好，他的气息虽撼动天地，可出手的威压与冲击，却是只局限在这绝地天尊的福地中，使得州城没有被影响太大。四周的无数邪皇朝的修士，一个个都心神震撼，齐齐看去。被这万众瞩目，白小纯自然威风无比。可对于绝地天尊来说，此事就让他整个人怒意到了极致。此刻猛地咆哮一声，竟要从北脉大剑的威压下强行挣扎。白小纯冷哼，右手掐诀，北脉大剑猛然间威力再增3分。远远看去，此刻的北脉大剑已足有100丈大小，不是被白小纯握住，而是自行飘在绝地天尊的头顶。随着白小纯的掐诀，这大剑再次下沉。只是一个下沉的过程，就让大地震动起来。绝地天尊刚刚升起的挣扎之力，顿时就崩溃开来。他喷出鲜血，脚下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缝，很快的就在一声轰鸣下，他的四周凹陷成了一个深坑。一股让他承受不住的压力正在从那大剑上不断的降临，似乎只要他稍微松懈一下，就会被那大剑直接斩下。要知道天尊中期的白小纯本就可以镇压着绝地天尊，而如今他出手就是北脉大剑，如此一来，这已经不是镇压了，这是碾压。再问你一句，绝地，你知不知错？白小纯声音冰寒，此刻傲视天下，甚至目中已出现了寒芒杀机。白小纯，我不信你敢杀我！
绝地天尊哪怕憋红了脸，也依旧狂吼。他不是不想闪躲，实在是白小纯之前的念力一掌，不但崩溃了伏地，更是形成了一种封印，将这四周全部封锁。除非是修为超过，否则的话根本就无法离开。可绝地依旧不服，他相信白小纯不敢杀人，一旦真的杀了自己，哪怕可以复活，可这毕竟是涉及到了邪皇朝与圣皇朝之间的摩擦。他相信，就算是再没有理智的人，也都会在这件事情上斟酌。我不敢。白小纯闻言，眼睛一瞪，随后怒笑起来。也罢，看来你忘记了我的身份，那么就让你看看白某敢不敢杀人。白小纯怒笑中，身上的气息再次爆发。这一次，他双手掐诀，目中杀机滔天而起，猛地一指北脉大剑。顿时，这北脉大剑嗡鸣起来，一股惊天动地，在白小纯天尊中期修为加持下，足以斩杀天尊初期的剑气骤然爆发。这剑气扩散中，绝地天尊的身体猛地颤抖，他本就到了极限，此刻被这剑气冲击，五脏六腑都在颤抖，鲜血狂喷的一瞬，那悬在他头顶的北脉大剑猛地膨胀，变成了1000丈大小，好似携着一个世界的威力，直接就向着绝地天尊蓦然斩下。看其气势，分明是要杀人。白小纯，你绝地天尊神色大变，开口时，他身体内就散出7色光环，化作7条巨龙，咆哮中直奔大剑，要去抵抗。与此同时，更是从他的储物袋内飞出无数法宝，形成防护。这还没有结束，他更是用出了杀手锏。此刻额头青筋鼓起下，他的身后直接就幻化出了一头黑色的大牛。这大头一出，魔气冲天，此刻猛地低吼，一头向着大剑撞去。这正是他的保命神通魔牛撼天。这杀手锏对他来说轻易不用，实在是消耗之大，哪怕他身为天尊初期，也都有些吃不消。至于念法修为的压制，一样如此。可现在他已经顾不得太多，只能全力以赴。轰鸣中，天地震动，四周观望的所有人都连连吸气。只见那7条颜色各异的巨龙，刚一碰触大剑，根本就无法阻挡丝毫，顿时就崩溃爆开。随后则是那些法宝，也都无济于事。在这一连串的轰鸣下，北脉大剑凝聚万钧之势，仿佛可以撕裂虚无，轰鸣而去，直接就与那黑色魔牛碰撞到了一起。巨响中，北脉大剑首次停顿，可也只是顿了一下，就在白小纯的冷哼中，在其修为的扩散下，瞬间穿透魔牛，直奔绝地天尊。二人之间实在是相差太大，在这绝对的战力差距面前，绝地天尊的一切手段根本就是螳臂当车。砰砰声下，随着他法宝的碎灭，术法的消散，神通的崩溃，随着北脉大剑的迎头劈来，绝地天尊的心里猛地掀起惊天大浪。该死，他是通天世界之人，他不是圣皇朝的天尊，他要杀我是真的要杀了，甚至他的目的就是要挑起邪皇朝与圣皇朝的战争。绝地天尊在这生死危机下呼吸急促，哪怕邪皇可以用道种将他复活，可绝地天尊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次复活自己都会永久的损失一部分战力，且对日后修为的提升都会造成影响。除非是真的到了必死的程度，否则谁愿意去选择死亡？此刻确定了眼前这个白小纯是个疯子后，绝地天尊顿时就畏惧起来，甚至心底都在懊悔之前为何要去勒索这个白小纯。他的思绪在脑海转动的同时，那把大剑已经隆隆下压，绝地天尊只觉得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在心神内扩散开来，甚至额头都出现了一道血痕，似整个人就要被劈成2半。白小纯，你可以把通天世界的人带走。在这生死压迫下，绝地天尊狠狠一咬牙，骤然开口。他这句话说出，不是认错，也是认错了。只是这种态度，白小纯不能接受。他今天来此，就是要立威的，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白小纯已经不再是天尊初期。而若是冒犯了他，他就是一个敢杀人的疯子。不过实际上，白小纯心里也知道，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的话斩杀天尊，此事太大，一旦出现的话，圣皇必然会抓住这一点，插手云海州的炼灵之事。白小纯自然不能给圣皇这个机会。可若就这么放过绝地天尊，白小纯又觉得不甘心。所以此刻哪怕绝地天尊说出服软的话语，可白小纯目光微闪，煞气依旧，大剑呼啸间继续斩下。不杀你，也要吓死你！白小纯心底冷哼，他的样子，他的气势，他的杀气，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比真实，让绝地天尊这里心底再次咯噔一声。该死，该死，我都已经放人了！绝地天尊内心低吼，全部修为运转，可依旧还是额头裂缝越来越大，眼看整个人就要被生生的震崩。他此刻已经顾不得其他了，咬牙开口：“我知错。”这3个字从绝地天尊口中传出的瞬间，白小纯目光冷冽，大剑依旧没有改变趋势。轰鸣中，绝地天尊的头颅直接就开裂，无法抑制的剧痛让绝地天尊发出嘶吼，可却一筹莫展。白小纯，我们没有仇啊！绝地天尊心底已经抓狂，他觉得这个白小纯比疯子还要疯狂，此刻已经绝望，知道在劫难逃。
偏偏就在这绝地天尊失去了希望的瞬间，白小纯控制的北脉大剑突然倾斜，没有斩在绝地天尊的头颅，而是直接从其右肩刹那划过，鲜血洒落中，绝地天尊闷哼一声，身体在这大剑掀起的冲击下倒退，面色苍白，飞速的止血后，他喘着粗气，抬头盯着白小纯时，他心底虽有怨气，可更多的却是劫后余生。尤其是看到白小纯的眼睛内还跳动着煞气时，绝地天尊内心咚咚狂跳。趁我没改变主意前，赶紧滚！若心底不服，白某在云海州等你。白小纯一指北脉大剑，此剑化作一道流光缩小，回到了白小纯的手中，被白小纯一把握住后，剑尖轻颤，散出带着冷厉的剑鸣。绝地天尊心底一叹，暗呼倒霉，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一个疯子，代价太大不说，甚至还会惹火上身。如今虽有些狼狈，更是丢脸，可对方毕竟是天尊中期，这么一想，绝地天尊就心底安慰了不少。此刻一言不发，拿着断臂，转身化作一道长虹，急速远去。第1146集，我要弄死你！冷眼看着绝地天尊离去，白小纯孤傲地背着手，低头看向大地。此刻在这北部，白小纯已是第一人，他目光所至，四周所有邪皇朝的修士都立刻低头恭敬拜见。即便是白小纯不属于邪皇朝，可在永恒仙域，尊敬强者已经是所有修士的一种本能，甚至都不需要白小纯说什么，很快的就有人将被绝地天尊抓获的那些通天世界之人全部送来。当白小纯带着所有人回到了云海州时，他与绝地天尊的那一战也早就在北部传开，大天师等人也都从他们在北部几州的案子中获得了这个消息。对于白小纯的做法，大天师等人只有苦笑，不过仔细的想了想后，也都认为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作用，最起码在立威上的确可以做到形成震慑。虽也有一些弊端，可总体来说还是能威慑不少宵小之辈。总体上，随着事情的扩散，还可以让其他地方的通天世界之人对于云海州升起更大的希望。解决了绝地天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玄九郡曾经引起的风波也都慢慢平息。白小纯对此也有疑惑，他虽没有看出邪皇与圣皇对此有什么举动，可心底总有一种感觉，关于玄九郡的事情，似乎邪皇与圣皇在此事发生之前就应该有所预料。白小纯沉吟许久，此事他没有什么头绪，或许公孙婉儿能知晓一些情况，可却离开了第二仙域，白小纯也只能将疑惑埋在心底。如今修为已是天尊中期，那第51关就可以去闯一闯了。且看时间，残善气灵应该是在沉睡。白小纯沉吟后有了决断，不再疑神疑鬼，而是去了残善上的关卡里，开始继续闯关。时间一晃，又过去了2个月。这2个月中，白小纯除了偶尔回一趟第二仙域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在了关卡上，一鼓作气，从第51关直接就闯到了58关。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之前。毕竟如今的白小纯战力上与曾经比较提高极大的同时，他对于这些关卡也都已经适应。不过谨慎与小心依旧不少，实在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小纯也在计算气灵苏醒的日子。就这样，在第58关闯过后，白小纯立刻止步回归。与他判断的相似，在白小纯回归后数日，气灵苏醒了，可却没有发现白小纯。这气灵化作的童子很是恼怒，但却没办法，只能认为白小纯运气好。等了许久，直至自己再次沉睡，也没看到白小纯。就这样，在白小纯的推测下，周而复始的利用气灵沉睡的期间，白小纯直接就闯过了59关、60关，更是踏入到了67关内，直至通过。哼哼，我白小纯想要闯的关卡，又岂能是气灵可以阻止的？白小纯越发得意的同时，气灵那里在苏醒了2次都没有看到白小纯，可却发现白小纯的关卡数一次比一次高时，气灵化作的童子赤红着眼，不知付出了什么代价，生生将自己沉睡的时间向后拖延了一些。无耻的白小纯，我就不信这一次等不到你！气灵童子眼睛赤红，在这煎熬中等待，终于在1个月后，等待了计算时间后，重新来到残扇上的白小纯。那气灵应该是又沉睡了才对。出现在残扇上的白小纯四下看了看后，身体一晃，直奔扇谷，很快就到了68关所在的位置，站在那里又观察了一下四周，这才迈步踏入进去。刚一进去，白小纯还没等看清这关卡的世界，顿时就一个机灵，一股远远超出之前关卡的强烈杀机，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好似有风暴从四周八方，仿佛就在等着白小纯一样，在他出现的一瞬刹那而来。白小纯呼吸一凝，危机感在这一瞬直接就达到了巅峰，脑海更是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天尊中期的修为以及肉身之力，在这一刹那12成的爆发出来，生生的将身体向后挪移了3丈。几乎就在白小纯挪移的瞬间，他的身体直接就传来了一连串的撕裂剧痛，好似有一把利刃要将其身体千刀万剐一般，小半个身子的血肉瞬间横飞。这剧痛让白小纯发出一声惨叫，而这还是他已经挪移后的结果。至于他原本所在的地方，此刻虚无都崩溃开来，
白小纯骇然地看到，那些所谓的利刃正是一片片树叶，这些树叶任何一个都散发出如同天尊的战力，足有数千上万之多，所过之处风暴肆虐。这一幕让白小纯直接就哆嗦了一下，心底哀嚎一声，知道自己一定是中计了，否则的话，这一关不可能如此逆天。该死的气灵，一定是你！白小纯怒吼中尝试离开这里，当发现传送失效后，他立刻对自己的判断完全确定。此刻哆嗦中，白小纯顾不得身体的剧痛，急速后退，不死长生功的恢复瞬间达到了极致。与此同时，那数千上万的树叶蓦然转动方向，直奔白小纯而来。没有结束，在白小纯的身后，此刻竟还有一片树叶风暴，依旧带着无尽的杀机，轰轰临近。远处还有第3片、第4片、第5片，直至第9片树叶风暴，从四周所有方向呼啸而来，将白小纯包围在内，似要将其彻底灭绝。而形成这片树叶风暴的，正是一棵在远处目光尽头的位置参天起的高大巨树。此树似能撑天，树干粗壮，化作风暴的树叶正是从其身上飞出。这第68关只有一棵树，只是原本这棵树没有如此恐怖，可如今不知那气灵童子如何布置的，这棵大树已经枯萎的近乎死亡。可越是如此，他身上的树叶就越是强悍的无法形容。此刻哪怕白小纯一拳就可将这大树轰杀，可偏偏四周的树叶对他而言就是死结一般。实际上别说是白小纯了，就算是天尊大圆满，也都难以在这里对抗，除非太古皇者才能勉强镇压一下。该死，他这是要弄死我啊！白小纯这里焦急时，那棵枯萎的大树上气灵化作的童子与这棵树暂时融合在了一起，实在是白小纯如今的权限不小，修为又高，可以隐隐察觉童子所在。他为了掩饰，只能与关卡融在一起，才可骗过白小纯。就是要弄死你！这童子咬牙切齿，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心底更有决然。实在是他之前在白小纯修为突破，领悟了时光之道时，受到了太强的刺激，以至于他都要抓狂了，付出了极为大的代价，不惜将后面的一些关卡难度减小，更是凭着这68关从此之后崩溃，这才将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天尊的绝境。我就不信了，这一次你还能闯过去？若你还能破局，你奶奶的，老子就真跟你一个姓！气灵童子冷笑，他这一次的把握十足，断定再没有其他变化了。此刻背着手，得意中傲然看去。白小纯没工夫去观察气灵童子所在的地方，他此刻眼看四周的树叶风暴铺天盖地从四周轰鸣而来，越来越近，将自己彻底包围。仅仅是掀起的风就让白小纯心惊肉跳，更不用说这里面超过10万的树叶。一想到这些树叶每一片都好似天尊出手，白小纯就心凉了大半。顿时白小纯的眼睛就红了，他怒吼一声：气灵，这是你逼我的！白小纯大吼中直接一拍额头，顿时一道黑光从其口中飞出，瞬间就化作了一口大锅，正是坚不可摧的龟纹锅。第1147集，卑鄙无耻下流，龟纹锅。它的来历至今为止，白小纯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晰，只是有一些模糊的猜测，可却没有实际的证据。可有一点白小纯很确定，他从火灶房获得这口大锅开始，除了炼灵的奇异外，他就从来没见过比他还要坚硬的存在了。一切神通，一切术法，一切肉身之力，一切法宝，在这龟纹锅面前都要崩溃。而这口大锅也正是白小纯的底气。哪怕此刻四周无数树叶疯狂而来，白小纯虽心惊肉跳，可还没有彻底绝望。此刻大吼中，随着龟纹锅的出现，白小纯身体一缩，直接就躲在了龟纹锅下，猛地就向着大地沉了下去。好在我现在瘦了，不然的话，这一次就真的要倒霉了。躲在龟纹锅下，白小纯内心感慨唏嘘。而此刻远处的那棵枯树中的童子先是一愣，随后大笑起来。这无耻的白小纯，莫非是昏了头？拿出这么一口破锅，居然妄图阻挡这四周八方10万树叶。很快他就会绝望地发现，我不惜代价，不惜永恒地抹去这一关，换来的绝杀是根本就不可能被他度过的。童子冷笑，目中露出嘲讽。只是这嘲讽还没等存在多久，随着白小纯身体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随着四周那10万具备天尊初期一击的树叶呼啸临近，轰在龟纹锅上，气灵化作的童子眼睛渐渐睁大，很快的，他的眼睛都差点爆出来。不可能！气灵童子失声惊呼，身体哆嗦，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与不可思议。实在是他此刻看到的一幕太过惊人，超出了他的想象。只见那数不清的树叶此刻不断的轰击在龟纹锅上，可任何一片树叶的撞击都无法撼动龟纹锅丝毫，反倒是其自身在这撞击的反震之下纷纷崩溃，化作飞灰。放眼看去，那些树叶就如同箭矢，龟纹锅好似一个大石头，箭矢不断的碎灭，可龟纹锅却毫发无损，仿佛这所有的神通术法对他而言连一点皮都无法破开。这一切立刻就让童子整个人的信念都近乎要崩溃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该死该死该死！这无耻的作弊者，
这个白小纯，他难道我真的就对他无可奈何了吗？童子要疯了，越看越是癫狂。他先是作弊夺走了部分权限，驱散了所有闯关者，随后在那黑丹一族里差点崩溃了一个世界，在那魅族中更是无耻。如今在这里，他居然还有这种至宝，该死的！这是什么锅？气灵已经抓狂，眼睛赤红一片。不过，在他眼中的龟纹锅虽看似如常，可实际上，在龟纹锅下的白小纯此刻也在吐血。这龟纹锅尽管可以抵抗一切神通，可传来的震动也依旧让白小纯这里五脏六腑都在翻滚。若非是他此刻已经是天尊中期，且拥有极为强悍的肉身以及堪称逆天的恢复速度，恐怕还没等那些树叶全部摧毁，他自己就先被震成了肉泥。就算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此刻白小纯也都难受的不得了，缩在龟纹锅内，鲜血不要钱似的一口口吐出，眼睛一样赤红，体内的恢复之力已经是在极限运转。在这不断的恢复、不断的震动中，每过一息，对白小纯而言都好似1年般漫长。气灵，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你家白爷爷的厉害。白小纯每次剧痛都要咒骂一句，心底对于那个将自己逼迫的这么惨的气灵，已经是咬牙切齿。就这样，白小纯与气灵隔着一口大锅，在那树叶呼啸、不断震动与崩溃间，他们两个都在各自咒骂。时间流逝，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当白小纯这里气喘吁吁，不知道自己恢复了多少次时，终于外面的树叶攻击消失。当一切恢复平静后，白小纯这才深吸口气，强行的让自己精神抖擞一些，慢慢推开龟纹锅，露出一只眼睛看向外面，确定无碍后，他这才一把将龟纹锅推开，站起了身。他的四周环绕着厚厚的树叶化作的碎末，一股枯败的感觉缭绕在整个世界。甚至抬头时，白小纯立刻就看到这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枯萎，仿佛已存在不了太久的样子。白小纯这才松了口气，将龟纹锅收起后，他抬起下巴，霸气开口：“小鬼，你能奈何我？”白小纯知道那气灵一定在这附近观察自己，此刻随着话语传出，他的神识也猛地散开，寻找对方的身影。几乎就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一声惊天怒吼直接就从那枯萎的大树中猛地传出。这枯萎的参天大树，其树干上此刻猛地就幻化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狰狞扭曲，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对其可以说是已经恨之入骨，目光带着疯狂，带着不甘心，似要食其肉寝其皮。你无耻，你在作弊！这大树上的面孔正是气灵，他平时无法出现在白小纯的面前，只能借助这种方式显露身影。原本他是不打算出现的，可实在是心血付之东流的绝望，还有对白小纯的愤怒痛恨，使得他有些失去理智。此刻借助树干幻化身影，冲着白小纯就是一顿咆哮。白小纯吓了一跳，猛地后退几步，看向那棵大树，看到了大树上近乎扭曲冲着自己嘶吼的面孔。他顿时狐疑起来，有些不太确定，眼前这个到底是树啊，还是那个气灵？试一试就知道了。白小纯对那些愤怒咆哮自动忽略掉，此时干咳一声，身体一晃靠近了一些，绕着大树转了一圈。那大树上的面孔此刻也在移动，依旧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嘿，你刚才说什么？白小纯眨了眨眼，问道。我说你作弊，你无耻，你这个人渣！气灵的面孔在大树的树干内盯着白小纯转了一圈后，又听到白小纯的话语，顿时更加爆了。这算什么作弊？拿一口锅去防护而已。和你说个秘密，这残山我之所以能有不少权限，如今只有我一个人来闯关，那才是作弊来的。白小纯嘿嘿一声，看着大树上的面孔，故意刺激了对方一下。几乎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这大树上的面孔就近乎崩溃一般，向着白小纯发出滔天的怒吼。你还好意思说？你居然还好意思承认？你这个无耻、卑鄙的作弊者！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成功！气灵疯了，他这辈子虽没见过其他无耻之人，可如今依然觉得这星空中最无耻者，莫过于眼前这个白小纯。你奶奶的，果然是你！听到气灵的咆哮，白小纯立刻就确定了对方的身份，此刻前仇旧恨瞬间就涌上心头。白小纯眼睛狠狠一瞪，猛地冲出，直奔大树，右手更是一挥之下，北脉大剑在手，猛地就削了过去。轰轰之声回荡，夹杂着气灵的诅咒与谩骂。白小纯，你给我等着！该死的，我一定弄死你！无耻、卑鄙、下流！气灵觉得自己实在是词穷，此刻颠来倒去的就是这么几句话。可白小纯越听越来气，越是想起自己之前身体被反复震伤带来的剧痛折磨，这气就越大。不断的消去中，这棵枯萎的参天大树，生生在白小纯的北脉大剑下被劈成了无数段，包括气灵的面孔也都是如此。直至将这大树彻底的崩溃后，白小纯一剑横扫，将那面孔也都碎灭。感受到气灵的气息离开了大树，这才站在那里，抬头冷哼一声：“小鬼，你给我小心点，等我以后成为你的主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白小纯咬牙愤恨说道。半空中已经被气得发狂的气灵听到这句话后，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此刻猛地咆哮起来：“你给我等着！下一次我一定弄死你！我发誓！”第1148集大变降临。随着气灵童子的离去，这第68关的禁制也随之消散。白小纯哼了一声，传送之后回到了残扇上。这个气灵就是太久没主人去管了，已经也成了这个样子。看来以后我要好好的管教一下才好。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想到那气灵如今没有沉睡，白小纯琢磨了一下，放弃了继续闯关的念头。等过1个月，这小气的气灵沉睡，再闯不迟。白小纯想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四周，这才离开了残扇，回到了云海州。如今距离玄九郡的事情已过去了快1年，云海州的发展也已日新月异，变得极为热闹，通天世界之人也都来了不少。眼看云海州的规模已经渐渐形成，无论是大天师还是巨鬼王，都心里激动的同时也有自豪。白小纯也是如此。在这没有闯关的日子里，他沉下心来，坐镇云海州的同时，也参与到了大天师与巨鬼王的管理中。时间流逝，很快1个月过去。可就在白小纯准备重新踏入残扇时，一场骤然发生的变故突然降临。一夜之间，第2仙域北部邪皇朝所控制的4个州出现了大量的蜘蛛网，就如同当初的玄九郡一样，只不过1年前只是1郡如此，而现在则是4个州60个郡全部在1夜中被蜘蛛网彻底覆盖，没有人逃出，甚至都无人传出半点音讯。整个北部4州直接就好似成为了死域。此事发生的太过突然，尤其是北部邪皇朝的4个州，因绝地天尊的离去，一时之间还没有天尊来坐镇，或许这才是北部4州一夜沦陷的真正原因。而让白小纯这里也心神凛然的是，他虽在云海州，可凭着齐天尊的敏锐，发生在北部其他4州的事情，他居然在发生时没有半点察觉。直至当那片覆盖了整个北部4州的蜘蛛网彻底成型后，白小纯才猛然间感受到了这天地内散发出的一股腐朽中仿佛能吸取生机的熟悉的邪恶气息。说熟悉，正是因为这气息，白小纯曾经在玄九郡内亲身感受。只是这危机没有结束，那片蜘蛛网也并非只是局限在北部4州。当白小纯察觉这气息的瞬间，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口众多的云海州内居然也出现了蜘蛛网。这一切立刻就让白小纯心神俱震，他立刻就放下了要去残扇上闯关的念头，猛地冲出，直奔边界。与此同时，大天师等人也都通过各自的途径，知道了北部4州发生的巨变，一个个都倒吸口气，心中掀起滔天大浪。而这件事也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第2仙域，一时之间，所有听闻此事之人无不震撼，俱都骇然。实在是这件事太大了，大到让人无法相信，不敢相信。那是4个州啊！这4个州内虽没有天尊，可却至少有数十位半神强者，数百天人，更有数不清的修士，甚至范围之大，占据了整个第2仙域的30%左右。如此大的范围，如此多的修士，如此多的强者，可一夜之间居然没有任何人传出丝毫音讯。这件事的恐怖程度立刻让第2仙域为之悸动。巨变没有结束，依旧在持续。随着那片蜘蛛网的快速蔓延，当白小纯到了边界时，这里的天地已经成为了灰色。那些蜘蛛网肉眼可见的疯狂扩散，甚至在云海州的内部也都从很多区域出现了蜘蛛网。这一切让大天师与巨鬼王以及周一星等人顿生绝望之感。而比他们更紧张的，则是白小纯玄九郡内的凄惨。如今他闭上眼睛还能历历在目，他一想到若云海州也是这样，根本就无法接受。该死！圣皇与邪皇到底在搞什么？白小纯气息极不平静，看着蔓延的蜘蛛网，强悍如他，此刻也都有些绝望，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更是让白小纯面色也都苍白了。他知道，哪怕自己如今天尊中期，有北脉大剑，可依旧不是那大简内的存在的对手。对方只是一掌就能灭去玄九郡，这种修为，在白小纯感受中，唯有太古可以做到。甚至白小纯可以想象，此刻在那北部的4州内，怕是已经没有了丝毫生机存在。苦涩中，白小纯的双眼赤红，他身体一晃，直接落下，开始布置阵法，试图延缓蜘蛛蔓延的速度。只是哪怕他的阵法再强悍，也依旧在那蜘蛛网下纷纷崩溃。眼看蜘蛛网已覆盖了小半个云海州，大地正飞速的成为飞灰，一处处山脉、河流、丛林，好似被抹去一般，在瞬间枯萎后，成为了尘埃的一部分。小纯，迁移吧，我们只能迁移。大天师忍着心痛，看着云海州，这是他的心血凝聚之地。此刻这句话说出，他的心都在滴血。小纯，大天师说的对，只能迁移。邪皇与圣皇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手。若能借助这奇异的蜘蛛网，将我们云海州抹去，对他们而言才是价值最大的。巨鬼王咬牙开口，周一星在旁也苦涩中劝说：“
白小纯怔怔地望着云海洲，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辛苦了几年获得的基地，居然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甚至当白小纯的神识散开后，察觉到云海洲的修士，甚至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目中迷茫，出现了狂吃食物的征兆后，白小纯红着眼，仰天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迁移！”这两个字最终从白小纯口中低沉说出，充满了痛苦与无奈。没有人想要迁移，就如同当年没有人愿意通天世界崩溃一样。如今的云海洲就是他们的新家，可现在面对着无法控制的灾难，白小纯别无选择。他的心也在剧烈的刺痛，他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此刻苦涩中，白小纯狠狠咬着牙，取出北脉大剑，一晃之下，天尊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开始将云海洲的修士全部送入北脉大剑内。这些人都是云海洲的基础，有他们在，换了其他地方，用不了多久，还可以再出现一个云海洲。大天师与巨鬼王还有周一星等人也都勉强打起精神，开始下达一个个封命。云海洲虽大，但这几年大天师的管理，使得云海洲始终保持警惕，没有丝毫松懈，尤其是扩张也并非很大。如此一来，当这蜘蛛网将云海洲覆盖了近乎大半时，在白小纯全力展开其天尊中期修为的情况下，很快就将云海洲内所有人几乎全部都送入到了北脉大剑内。直至将北脉大剑差不多要装满时，白小纯站在高空，怔怔地看着整个云海洲被一片蜘蛛网彻底覆盖，所有的屋舍，所有的建筑，包括白小纯的府邸，一切的一切，最终都被那厚厚的蜘蛛网全部遮盖住。而其蔓延并没有结束，从云海洲向着第二仙域南方疯狂扩散，开始向着其他州不断的渗透，甚至不知为何速度更快。默默地看着蜘蛛网的覆盖，白小纯也不得不后退避开，他的面色始终阴沉，目中的寒芒凌厉无比。他在等，他相信无论是邪皇还是圣皇，他们之前之所以没有出手，是因有某个目的。而如今，无论是什么目的，一个仙域的丢失，绝对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代价。也该来了。白小纯握紧了拳头，看着那片蜘蛛网的蔓延。就在这时，他神色一动，抬头看向远处，看到了09天尊的身影，一样面色阴沉的，好似怒意都要压制不住。这两太皇者心可真狠。09天尊走在白小纯的面前，沉默片刻后，看着蜘蛛网在这顷刻间已将属于他的半个州覆盖，听着下方州内隐隐传出的惊呼声，以及不少试图飞出可却被蜘蛛网笼罩在内的修士身影，一字一顿的咬牙开口。第1149集阳谷。白小纯沉默不语，09天尊深吸口气后也一样沉默。他不是不想救，因为他知道的情况要比白小纯多一些，而越是知晓，就越是明白自己的修为根本就无法去阻止这一场灾难的发生。许久，当蜘蛛网的覆盖已超出了白小纯的目光时，放眼看去，整个大地都是无尽的蜘蛛网，散出的诡异气息可以腐朽一切，带走所有生机。在这惊人的覆盖了近乎一半第二仙域的蜘蛛网的天空上，除非是天尊，否则的话，无人可以自保。09天尊目中有些复杂，更有不甘。第二仙域对他而言，如同其自家一般，可如今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毁于一旦。通天王，你之前传来的消息内所说的玄九郡之事，其实早就在圣皇与邪皇的意料之中，甚至这里面更有他们的暗中推动。所以你当时将此事报上后，圣皇才无动于衷，甚至将其暗中压下。而你毕竟不是圣皇朝的天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知晓，可你不知道，那大姐内的存在，它是主宰的分身。09天尊话语一出，白小纯猛地转头看向对方，目中露出惊芒。主宰。白小纯若有所思时，09天尊的目光落在了永恒仙域苍穹上，那尊庞大的遮盖了半个天空的巨人。当年残山到来，撞击在了巨人主宰的手臂上，曾撞下了一块黑色的碎石。你还记得那段时间圣皇与邪皇同时失踪吧？他们二人正是去争夺那块碎石。哼，主宰身上的一块肉，对于太古而言，那极有可能蕴含了太古突破到主宰的秘密。哪怕此事虚无缥缈，可但凡有万中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太古疯狂。只是这两位太古，他们抢夺一番，彼此警惕，可却在这争夺中被那块肉逃走。不过这二位也的确是狠人，已经算出这块肉若没有成长起来，其所蕴含的主宰秘密微不可察，所以他们断定这块肉必定在之后的日子里会疯狂的吞噬生机。玄九郡的事件让这两位狠人立刻明白，那块肉开始成长了。只不过这两位皇者并不满意，所以没有采取行动，而是任由这主宰分身成长，甚至不惜将这第二仙域当成是这主宰分身的养分之地。他们等的就是这主宰分身彻底成长的那一刻，而现在怕是他们已经快要到了。09天尊心底有怨，此刻不吐不快，索性将一切都告诉了白小纯。白小纯听着听着，气息粗重起来，这些事情他丝毫不知，此刻心底更为低沉，而目中寒芒更盛。
这种夹在别人计划中随时被放弃掉的事情，让他想到了通天道人当初对自己的计划以及吞噬，以大半个仙域的众生为养分，让这主宰的分身成长。圣皇与邪皇，这是在玩火。白小纯一字一字的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冰寒。这种事情他之前哪怕有猜测，可如今从09天尊口中说出，白小纯还是觉得心中升起阵阵寒意。他虽不是那种同情心泛滥之人，可依旧对于这放弃大半个仙域的众生之事无法接受。就在白小纯这里心中极不舒服，09天尊也内心怨念翻腾的同时，这片蜘蛛网的蔓延已无边无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苍穹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闪电，这闪电足有1000丈之长，从远处虚无轰鸣而来，所过之处，苍穹似要被生生的撕开，巨响震天，轰动整个大地，甚至就连那扩散的蜘蛛网也都在这强烈的难以形容的雷霆中猛地一顿。白小纯与09天尊立刻抬头，顿时就看到了在那闪电撕裂虚无中，圣皇的身影散发着刺目的圣光骤然降临。一同降临的还有冷酷的古天君，嘴角带着阴柔笑容的司马云华，以及头发花白可目中却有金芒的陈苏。加上09天尊的话，圣皇朝4大天尊此刻全部在这里。刚一出现，圣皇就目内带着一丝难掩的激动，看都不看白小纯与09天尊，身体一晃，直奔下方蜘蛛网。在那蜘蛛网外观察时，司马云华等人也都到了09天尊身边，相互见过后，对于白小纯这里，哪怕心中不喜，可也还是点了点头。可还没等众人开口说些什么，突然的，苍穹再次传来一声惊天轰鸣，随着巨响的回荡，只见天空的尽头处，直接就凭空的幻化出了一股浓密的黑雾。这雾气瞬间临近，远远一看，这雾气居然组成了一尊雕像。这雕像散发出滔天的魔气，乱动八方的同时，也在这轰鸣中降临到了不远处。随着落下，这凝聚成雕像的雾气立刻散开，露出了其内8人。这8人中，当首之人身穿地袍，戴着地冠，看起来是中年，可却不怒自威，尤其是其双眼，仿佛蕴含了天地变化。他只是目光一扫，立刻就让白小纯等人全部呼吸一滞。尽管从来没见过邪皇，可白小纯还是瞬间就知道了这位中年男子正是邪皇。委实那一身地袍以及太古的气息，好似烈日挂在长空，其气质与圣皇相似，又有不同。这邪皇明显给人一种冷酷薄情之感，冰冷的好似不化寒霜，其身上散出的气息更有圣皇所不具备的霸道之意。若仔细去看，还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瞳孔内居然藏着2把黑色的飞剑，那2把飞剑就仿佛是他瞳孔的核心。他与圣皇一样，都不是独自前来，此刻在他的身后赫然站着7人，这7人有男有女，正是邪皇朝的7大天尊：公孙婉儿、适龄上人、元妖子、广目天尊、绝地天尊都在其中，还有一位满脸褐色斑点的老妪。可这所有人此刻在白小纯目光看去后，连同邪皇在内，都瞬间于他的目中模糊起来，唯独清晰的就是众人内的一个黑袍中年男子。这中年男子明明只是天尊初期修为，可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的气势以及给人的感觉都仿佛仅次于邪皇。在白小纯看向他时，他的目光也在这一瞬落在了白小纯身上。2人的目光隔着不到200丈，在彼此凝望的一瞬，白小纯的呼吸立刻一促，双目瞬间出现血色。通天道人。白小纯沉住呼吸，缓缓开口：“这中年男子正是杜灵飞的父亲，通天道人。”白小纯。通天道人眯起双眼，目中露出寒芒，冷冷地望着白小纯。白小纯想到过很多次，自己再次看到通天道人时，会是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否能控制得住往日的仇恨。直至现在，他明白自己控制不住，哪怕这里不适合动手，可他还是在看到通天道人的一瞬，体内的修为与杀机压制不住的轰然而起。没有半句废话，没有半点迟疑，既然有了出手的冲动，白小纯索性不去压制，此刻身体猛地一步走出，速度之快，瞬间就化作一道长虹，直奔通天道人。白小纯的突然出手，通天道人没有意外，他目中一闪，露出一抹阴冷，猛地上前，右手掐诀中，立刻他的9大道门居然同时出现，光芒闪耀间，那9大道门排列在他的身前，形成了璀璨的阵图。随着通天道人双手先前狠狠一推，天尊修为骤然爆发。虽只是天尊初期，可他所表现出的战力与强悍程度，竟无限的接近天尊中期。第1150集战通天，白小纯与绝地天尊的一战早已传开，关于他成为天尊中期的事情，通天道人自然知晓，所以此刻他出手就是杀手锏，更是全力以赴。只是哪怕他了解白小纯的战力，可毕竟不是绝地天尊，没有亲身感受，此刻哪怕他的9大道门全部展开，可依旧还是不行。白小纯的速度太快，杀心更是极重，呼啸间已然临近，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右手握拳，狠狠的一拳落下，正是不灭地拳，不是5倍，而是整整15倍。这正是天尊中期可以爆发出的完美的肉身之拳。而这还没有结束，
白小纯的天尊中期修为同样爆发融入其中，使得这不灭地拳的力量从根本上再次攀升，以至于此刻这一拳轰出，苍穹蒙响，风云倒卷，其气势之强，让天尊初期骇然，天尊中期色变，即便是如广目天尊等天尊后期的强者，也都在这一刻心神被强烈的震动，想要去阻止，已经晚了。一声震天的巨响，直接就在半空中骤然炸开。通天道人身前的9大道门，在坚持了几个呼吸后，就轰然崩溃。通天道人嘴角溢出鲜血，身体急速后退。白小纯眼中杀机一闪，正要一鼓作气般的追击过去，可通天道人毕竟不俗，他的道门竟在这崩溃下再次凝聚，化作了第10道门。随着通天道人的一声嘶吼，这第10道门瞬间出现在白小纯的身前，将其身影立刻阻挡。与此同时，广目天尊、绝地天尊、元妖子、是灵上人等天尊纷纷走出，要去阻止。若是换了其他地方，古天君等人不会理睬，可如今2太皇者都在，白小纯更是名义上圣皇朝的天尊，他们只能心底压下反感，也都快速走出。只不过双方的目的很统一，不是要开战，而是要阻止2人继续出手。通天王，还请冷静一下。杜天尊，不要与这小儿一般见识。双方天尊各自开口阻挡的一瞬，白小纯眼看通天道人后退，眼看那第10道门在自己面前阻挡，他冷哼一声，在众人靠近的瞬间，直接就取出了北脉大剑。斩！随着大剑取出，众人纷纷神色变化的一刹那，白小纯大吼一声，北脉大剑轰然落下，他前方的第10道门根本就无法抵抗，直接崩溃，剑气滔天而起，直奔通天道人而去。白小纯赌的就是邪皇朝的天尊，不可能为通天道人去亲自阻挡这气势惊人的一剑。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通天道人神色一变的同时，四周的广目天尊等人也都一个个皱起眉头。只是注定了这一次，白小纯无法与通天道人彻底一战。在白小纯那一剑落下的瞬间，一声冷哼，直接就在这天地内爆开。邪皇的身影明明在远处，可下一瞬竟直接出现在了通天道人的前方。面对白小纯展开的世界之宝的剑气，他只是袖子一甩，顿时整个世界好似都暗淡了一下，一股无法想象的规则之力无声无息间就扩散开来，仿佛这规则里不允许任何法宝靠近邪皇身体，他的一道目光就可让天地逆转，他的袖子甩动更是让苍穹颤抖，大地轰鸣。强悍如世界之宝北脉大剑，此刻竟首次抖动起来，第一次不被白小纯操控，自行倒退，不敢靠近丝毫。而白小纯这里也在这反震下，全身轰鸣，嘴角溢出鲜血，身体噔噔噔的后退开来。不过其不死长生功的恢复也随之爆发，所有伤势瞬间痊愈。停下身子，抬起头时，白小纯的目光从通天道人身上挪开，落在了邪皇的脸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圣皇的身影同样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摆出一副支持白小纯的样子，目光炯炯看向邪皇。邪皇，你有些过了。圣皇背着手冷哼一声，你还想战？面对圣皇的话语，邪皇笑了笑，没有说话，而是看向白小纯，声音带着一股冷漠，淡淡开口。圣皇眉头微皱，眯起双眼，不知在想些什么。若是白小纯刚刚进入修真界，没有那些人生历练，此刻或许还听不出邪皇这一句话内透出的阴毒之处，可他的经历太多，本身又是聪明之辈，此刻瞬间就明悟了邪皇这句话的险恶。若他白小纯也无视圣皇，直接回答了邪皇的问题，不管说的答案是什么，都会让圣皇这里颜面受损。毕竟邪皇可以不在乎圣皇，2人都是太古，可白小纯这里如今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这些念头在白小纯脑海里瞬间闪过后，他心底冷哼，毫不迟疑，声音果断，收回看向邪皇的目光，退后几步，向着圣皇抱拳深深一拜，全凭圣皇裁决。白小纯话语一出，邪皇那里目内有光芒一闪，圣皇眯起的双眼也恢复正常，淡淡开口：他能阻止一次，可阻止不了所有次，通天世界之主只能有一个人。这句话本身已表明了态度。白小纯立刻再拜，恭敬道谢，谢圣皇成全。不过眼下的确不是时候，通天王多一些耐心，等处理完了这里的事情，本皇自会为你创造机会。圣皇眼看白小纯如此机灵，做事更是让人舒服，不由得语气也柔和了一下。此刻说完，他再次看向邪皇，2人目光对望，都是多少年的老对手，彼此的想法一个目光就可以猜测得到。白小纯与通天道人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是与颜面有关，与如今这主宰分身比较微不足道。而他们之前都各自探查过，确定了那主宰分身的修为也只是在太古而已，且就在这蜘蛛网内，谁找到就是谁的。圣皇话语一出，身体直接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下方的蜘蛛网上。邪皇哼了一声，尽管没有言语，可显然也认同这个方式，一样出现在了蜘蛛网上。2人同时出手，太古修为撼动天地，这看似强悍坚固的蜘蛛网，在他们面前虽不能说是如纸张树叶一般脆弱，可也强不了多少。
刹那就被直接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这两太皇者化作2道流光，直接就踏入窟窿内，瞬间消失。与此同时，邪皇朝的广目天尊等人也都快速到了蜘蛛网的缺口处，在那里密切关注这场两太皇者之间的争夺。没有邪皇的法旨，他们不便前往，在这里等待起来。古天君等人一样如此。白小纯冷冷地看了一眼通天道人，收回目光，随着09天尊一起在缺口的另一端等待。这期间，他的目光也有几次落在了公孙婉身上，只不过公孙婉装作没看到。不过之前白小纯与通天道人交战时，其他人有阻止的举动，唯独公孙婉所在的位置看似阻止，可实际上落在白小纯的目中，那分明是阻断通天道人的退路。此事让白小纯心底有些温暖，收回目光后，盘膝坐下，望着下方的缺口，内心也有一些遗憾。毕竟主宰分身内藏着的秘密，对他而言也很是动心。就这样，双方在这沉默的等待中，时间慢慢流逝。数个时辰后，忽然的一声让众人心神一震的尖锐嘶吼声从这蜘蛛网内蓦然传来。声音到了这里已经微弱，可见距离此地很远，更有斗法的轰鸣之声遥遥传荡。这声音越发剧烈，轰鸣巨响不断的传来余音。窟窿外所有人都立刻打起精神，凝神看去，虽看不到战场，可这斗法的波动却越来越强，甚至大地都在颤抖，似这蜘蛛网内正在山崩地裂一般。第1151集天尊丹。这剧烈的声响引起了蜘蛛网外所有天尊的注意。白小纯在人群内也凝神看去，虽看不到蜘蛛网内发生了什么，可通过这一连串的轰鸣巨响，白小纯也能判断出，此刻在其内，邪皇与圣皇正在与那大茧内诞生出的主宰分身进行激烈的斗法。能让两大太古皇者如此出手，可见这主宰的分身已是极强。白小纯深吸口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场斗法的神通巨响持续了足足3个时辰后，不但白小纯动容，其他所有天尊纷纷动容，一个个更是全身修为运转，极为谨慎，做好了出现意外的准备。不过在心底，大都是觉得两大太古出手，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只是这个想法随着时间再次流逝，越来越动摇了。实在是这在众人看去应该很快解决的事情，如今已过去了整整3天。这3天里，从蜘蛛网内传来的巨响始终不断，而这片覆盖了大地的蜘蛛网虽不再继续蔓延，可却时而收缩，甚至肉眼可见的有不少区域迅速的化作好似蛋壳一般的物质。这诡异的一幕幕让白小纯以及双方天尊都心跳加速，心底慢慢也都越发的不安起来。时间太久了，按照道理不应该出现意外才对。白小纯身边的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此刻相互看了看，低声开口。09天尊心底冷笑，没有说话。白小纯也若有所思。与此同时，邪皇朝那边的众天尊也都在各自低声议论，分析答案。就这样，当第4天到来时，包括白小纯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极不对劲，甚至古天君与广目天尊2人都打算要进去看看究竟。就在这时，忽然的一声比之前还要强烈无数倍的磅礴巨响，突然的从这蜘蛛网内滔天爆发，好似有100万天雷在其内轰开，更有一声凄厉的让所有人都心头狂战的嘶吼夹杂在内，穿透而出，让天地为之暗淡。风云倒卷，随后从那蜘蛛网的窟窿内赫然有2道长虹呼啸而出，速度太快，甚至众人都无法反应过来，那2道长虹已经冲出窟窿，彼此分开，出现时各自在了各自朝堂天尊的身边。这2道长虹正是圣皇与邪皇。此刻一出现，2人都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好像都受到了不小的创伤，各自喷出鲜血，面色更有阴沉，显然是此行并不顺利。白小纯等人内心咯噔一声，还没等他们开口问询，圣皇蓦然转头，目光在古天君以及白小纯等人身上扫过，声音严肃无比，更有一抹志在必得之意，急速开口。主宰的那具分身是一个赤色的如蜥一般的存在，修为已是太古中期，只差一步就可突破成为太古后期。我与邪皇一起出手，用了杀手锏，拼了一切，也只能是将其重创，使其修为跌落到了天尊境界。可他重伤下的逃遁展开了某种神通，避开了我们的搜寻，短时间无法找到。所以现在我需要你们5人下去，分开寻找，务必找到主宰的分身，能生擒最好，如若不能，其尸体必须要抢到手。只要能找到，你们5人1人赏赐1粒用天莲炼制的天尊丹。圣皇知道自己麾下这些天尊，想要让他们卖力，必须要给出足够的回报。此刻哪怕心中肉痛，也毫不迟疑地送出重礼。天尊丹，即便是司马云华也都在听到这3个字后，呼吸无法控制的急促了一些。白小纯则是有些疑惑，他能听出这天尊丹是个好东西，可却不知道具体。天尊丹，我圣皇朝至今为止一共就炼制出了17枚，如今只剩下9枚了，吃下后可让天尊在小境界的突破上拥有至少60%以上的可能。圣皇看了白小纯一眼，解释了一下。白小纯一听这句话，眼睛瞬间就圆了，心脏咚咚的急跳。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所谓的天尊丹作用与自己之前吸收大减所获得的生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居然还有这种丹药！白小纯顿时心动，也注意到，哪怕如古天君与09天尊这样的天尊后期强者，也都明显不再镇定。他立刻明白，这天尊丹怕是还有其他用处才对，或许能让天尊在冲击太古时也有一定的加持。白小纯目光一闪，看到邪皇朝那边，如绝地天尊等人，此刻也都似压抑不住的振奋。这一幕不但白小纯看到，古天君等人也都注意到。同样的，邪皇朝的天尊也一样看到了白小纯等人这里的激动，双方只是目光彼此扫过，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的究竟。这显然是两大太古皇者虽能重创主宰分身，可一方面他们的确消耗不小，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彼此也有争夺之心。若是继续下去，一来担心被对方抢走了机缘，二来也有顾虑会被那大蜥蜴又一次逃走。这一次已经出现了意外，他们原本判断是太古初期，可那主宰分身却是到了中期巅峰，若是再被其逃走，下一次出现时，怕是对他们二人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了。所以在种种考虑之后，这两位皇者已达成了某个约定，他们彼此不出手，坐镇外界，防止那主宰分身逃出，同时让麾下天尊去抢夺。如此一来，他们彼此牵制，全凭麾下获得机缘。从某种程度上，虽邪皇朝的人数多于圣皇朝，可总比之前公平一些。至于邪皇朝天尊人数超过圣皇朝之事，以圣皇的精明，显然是也都与邪皇有了另外的约定。至于具体，白小纯不知晓。他此刻所想的，一方面是天尊丹，另一方面则是这被两大太古看中的主宰分身。白小纯这边也极为动心。藏着突破太古的秘密，虽对我来说距离太遥远，可若眼睁睁看着别人获取，也太亏了。白小纯眨了眨眼，他的这个心思并非独有，此刻在这里的双方天尊都升起了类似的念头。不过这念头虽起，可众人不敢贪心，也明白两大太古能让他们去，那么对于他们的想法，显然也都有所预料。这本就是默认了他们可以获得一小部分主宰血肉，当然绝大多数还是要上缴的。这虽是众人的猜测，两太皇者也没有开口直说，可对于古天君与广目天尊等人，已经是再明朗不过的信号了。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曾经也发生过几次，每次都是这般。遵圣皇法旨。古天君深吸口气，肃然抱拳，一晃之下，整个人化作一道剑光，直奔蜘蛛网之下。司马云华、陈苏、09天尊三人也都目光闪动，相继抱拳后飞向窟窿内。与此同时，邪皇朝的那些天尊，包括公孙婉儿，也都心跳加速，相互展开速度，一一冲入窟窿内。白小纯也没有不去的道理，他略一思索后，同样化作长虹，飞入窟窿，进入到了蜘蛛网的世界。直至所有人都进去后，蜘蛛网窟窿外，邪皇与圣皇二人相互看了看对方，盘膝坐了下来，神识散开，并非是看向蜘蛛网内，而是扩散开来，防止那大蜥蜴从蜘蛛网的其他方向逃遁。这就等于是封锁了对方的一切后路，如同梦中捉鳖一样，使得那主宰分身插翅难飞。我劝你不要存在幻想，这一次主宰的血肉注定属于我，按照约定，我会给你2成的。邪皇冷笑，忽然开口：刚才若不是你故意将其放走，又何必如此麻烦？圣皇闻言抬头盯着邪皇，神色不再温和，而是阴冷中带着一抹愠怒与质疑。那就拭目以待好了。面对圣皇的反应，邪皇轻笑，闭上双眼不再理会。第1152集争夺。蜘蛛网内因苍穹被覆盖，使得整个世界都昏蒙蒙一片，光线很暗，在凡人眼中如同傍晚时分，可在修士的目中，尽管四周朦胧，可依旧能看清所有。只不过此地的诡异，大地的灰色，无论是山脉还是植物，所有的一切都如同尘埃的景象，使得除了白小纯与公孙婉外的其他天尊都不适应。毕竟这里的诡异程度，哪怕天尊在首次接触时也都觉得心惊肉跳，尤其是与玄九郡类似，在这蜘蛛网内存在了一些没有化作尘埃的村子、城镇，其内的修士与子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处处透出让人心惊的气息。这一切都让除了白小纯与公孙婉外的众人需要一些时间去判断与适应，唯独白小纯与公孙婉因之前玄九郡的经历，在这蜘蛛网内虽不能说是如鱼得水，可却早已习惯。此刻刚一降临，就各自散开，朝着不同的方向呼啸远去。这里毕竟不是玄九一郡之地，而是几乎大半个第二仙域，包含了至少7个州，内部范围之大难以形容。而如此磅礴的范围去寻找一个重伤的主宰分身，这件事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了太多。不过他们加在一起，12位天尊，这股力量可以说是凝聚了永恒仙域的全部巅峰之力。每一个天尊的神识全力扩散，都可覆盖很远。尤其是此地随着主宰分身的重创，随着之前2大太古的出手，那股能影响神识的波动也都好似无根之木，弱了好多。这就使得众人集中在这蜘蛛网内，全力搜寻，找到主宰分身的希望也不是不可能，最多就是时间长短罢了。
此刻，随着白小纯与公孙婉散开，古天君等人也都目光一闪，各自选择一个方向疾驰。广目天尊等人也是如此，大家各凭机缘，若一人能成自然最好，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彼此传音联合出手。显然邪皇与圣皇一样，因对这件事志在必得，不想麾下天尊因利益而拒绝联手，从而错失良机。所以在奖励上，只要能得到，那么雨露均沾，所有人都有赏赐。可以想象，一旦有人找到了主宰分身，那么双方天尊的争夺将会极为激烈。只不过此地太大，所以也存在了太多的变数。此刻的白小纯就在天空上呼啸前行，他的神识已然散开，横扫四周天地，寻找主宰分身的痕迹与波动。那毕竟是主宰分身，哪怕被重伤了，可这也只是邪皇与圣皇的说法而已。白小纯一边前行，一边心底琢磨，实在是与其他人比较，他与公孙婉儿可是亲自感受过那位主宰分身的可怕程度。到现在，白小纯闭上眼，都可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一掌之下，整个玄九郡灰飞烟灭的可怕画面。而他更是猜测，这主宰分身只差一丝就可到太古后期，极有可能这所缺的一丝，就是被自己用永夜伞吸走的那部分生机。如果这大蜥蜴真的到了太古后期，怕是邪皇与圣皇此番也都会极为狼狈。白小纯想到这里，越发肯定了这主宰分身怕是对自己的恨要比其他人强烈太多。我又不是故意的，谁让他在我家门口去这么做？白小纯也觉得有些委屈，可却没办法。此刻打定主意，只要找到这大蜥蜴的踪迹，自己就立刻传音找人过来一起对付。至于吃独食的想法，或许其他人有，可白小纯这里没有丝毫念头。他甚至还想着，最好是邪皇朝的人发现，这样的话，有他们在前面试探一下，才可判断出这主宰分身如今的具体战力。这么一想，白小纯在搜寻上也就没有了那么大的热情。此刻以安全为主，在这呼啸间，神识虽散开着，可却没有固定的焦点，只是应付般的扫过而已。而这蜘蛛网范围实在太大，随着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3天，12位天尊已经各自散开，彼此寻找。他们也不傻，虽散开，可彼此都有联系，更是警惕无比，不给那主宰分身各个击破的可能。尤其是也有不少天尊觉得2大太古的说法似藏着一个陷阱，他们这些人进来或许只是诱饵而已。这种想法的升起，也让一些人更加警惕。白小纯在这3天里谨慎也是极多，他虽没有找到主宰的半点踪迹，可却看到了7、8处如玄九郡的村子。那村子从外面看去一切如常，只是传出的哭声让白小纯每次在遇到后都立刻避开。白小纯选择的方向是云海州所在。此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也到了云海州的区域，望着此地原本熟悉的一处处城池。此刻虽没有出现那些修士吞噬一切的画面，可一切的建筑都成为了飞灰。白小纯的心情也很是低落。许久，白小纯轻叹一声，正要继续向着北方飞去，可就在这时，他忽然神色一动，脚步猛地停顿，一拍储物袋，取出了传音玉简。神识扫过的一瞬，他的脑海里立刻就回荡09天尊带着惊喜的声音：“找到了，你们快来！”随着声音的出现，更有一道神念的指引，立刻在白小纯的神识内出现，锁定在了一处方向。白小纯眨了眨眼，没有迟疑，转身一晃，直奔神念锁定之处。他之前的这些天速度始终不快不慢，此刻知道紧急，顿时就全面爆发。轰鸣中，整个人如同消失，挪移前行。好在距离并非很远，白小纯的速度又展开到了极致，不死长生功的恢复之力也无时无刻不在爆发，就好似给了白小纯近乎无限之力，使得他能始终保持这种极致的速度，仿佛要划破长空，持续了整整3个时辰。3个时辰飞出的距离堪比之前数日的路程，更是直线前行。终于的，他感受到了前方09天尊的气息，更是感受到了在09天尊的前方有一道惊人的阵法波动，扩散四方，仿佛封锁一切。随着靠近，白小纯立刻就看到了那散发出赤色光芒的阵法，那赤光内带着黑雾，光与雾的融合，仿佛形成了一个倒扣的大碗，将其内方圆千里之地都笼罩在内。隐隐能看到这黑雾上有3张巨大的面孔，正是绝地天尊、元妖子以及通天道人。他们3人此刻正冷冷地看着09等人。而在阵法外，此刻09天尊、古天君以及司马云华都站在那里，彼此面色变化，不时传音，焦急等待。白小纯的出现立刻就让3人目光看去，神色更有喜意。陈苏距离太远，还要2个时辰，等不及了。古天君3人彼此看了看，立刻就向着白小纯开带情况。最早发现主宰血肉分身的正是09天尊，只不过那主宰分身速度太快，立刻远去。09天尊在追击中被邪皇朝的广目天尊遇到，在看到了主宰分身后，广目立刻召集邪皇朝众人。邪皇朝天尊人数的优势也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同时他们出现的速度比古天君等人要快，不但布置了阵法阻止09天尊，更有绝地在阵法内主持，形成封锁。
同时在阵法内还有数位天尊正在擒拿主宰分身。不能再等了，我们4人出手，先轰开这阵法看看情况。古天君狠狠一咬牙，目中露出果断。司马云华与09天尊点头，白小纯也明白机会难得，此刻若坐视不理，就真的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于是右手抬起虚空一抓，北脉大剑顿时在手，剑芒一闪，4人直接就化作4道长虹，直奔阵法轰鸣而去。通天道人、元妖子以及绝地3人面色一变，立刻加持阵法，使得阵法之力更为磅礴。眼看双方就要碰触，可就在这时，异变突起。忽然的，大天师的神念从远处呼啸而来，这一次明显比上次善意诱导白小纯时真切得多，充满了无比的焦急，更是没有废话，直接在神识内就向着白小纯传出了话语：天尊，老夫有事禀告。北部4州鬼母天尊调走，绝地天尊降临，此人修为天尊初期，对我通天世界之人态度极为不善。那位被老夫买通的半神，只是一个传达善意，